福建一艘渔船14号在金门海域被台方驱离，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17号晚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事件第2次发表声明，此事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要求台方尽快放船放人。他特别强调，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18号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后表示，2月14号，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草菅人命，态度恶劣，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大陆海警部门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有利于维护相关海域正常秩序，保障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此前一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还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也绝不容忍。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实真相，并严肃处置相关责任人，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前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告诉神农卫视，国台办的表态明确宣示了对包括台澎金马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拥有管辖权，这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如果台湾方面一意孤行，导致两岸对立进一步加深，后果必须由台湾方面来承担。两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内部因为内战造成的政治对立延续现在这个遗留的政治对立的问题。那么这根源上就是有一些人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划界、所谓的海峡中线等等一些不存在的说法，来强化两岸不属于一个国家这样的一种主张。那么这是非常要命的。那么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立场，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的基本立场。刘国深认为，两岸在海峡地区有很多共同的生产生活的场域空间，这是客观现实的存在。这一地区包括海洋污染治理、渔业资源等事务，其实都是两岸人民的内部事务。长期以来，大陆方面在这一地区的管控治理上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但随着岛内形势发生变化，台湾海峡区域的管控与执法常态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我相信大陆方面会在这一次事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来推动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常态化、规范化的这个一些治理，特别是一些执法行动，这样有助于两岸的渔民，两岸的包括渔民在内的各界维护好生产生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这个对于两岸双方都是有利的。刘国深认为，如果台湾当局愿意跟大陆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来协商对话，大陆方面当然是乐观其成。但如果台湾当局阻挠、抗拒，甚至搞破坏，大陆要团结台湾各界力量，共同协商如何在台海地区做好常态化、规范化的执法安排的问题，这样对两岸渔民、对社会各界才是有利的。事情发生后，岛内舆论也非常关注。金门县长陈福海15号发文表示，对罹难渔民表达哀悼。陈福海强调，近年来金门水产试验所与厦门海洋发展局联合举办释放鱼苗的互惠合作模式，针对两岸间民生经济议题持续沟通，以化解歧义，秉持两岸一家亲、共享一片海相向而行。金门县府愿以两岸和平先行者的角色，持续为两岸3地和平对话沟通来尽更多的努力。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17号也对事件回应表示，最大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与大陆不对话，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强调，两岸有这么多的利益关系，不对话怎么解决问题呢？岛内前民代郭正亮同日也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理让人觉得不够快、不够透明。他质疑为何迟迟不能公布录影带。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奉劝赖清德放下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看到敌意螺旋是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所以媒体也说两岸关系翻船。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渔船翻覆，这个可能不是赖清德能够掌控的。但是旅行团不能到大陆，这是你可以掌控的。我不相信蔡英文就自己做的决定，没有跟赖清德商量。我不认为蔡英文敢这样做，毕竟有跟赖清德说好跟他报复，那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两岸的结果会怎么样哈？会比蔡英文的时代更糟糕。遗憾的是，民进党当局却在持续破坏两岸关系。不仅执法部门的暴力执法导致渔船惨剧发生，当局近日还宣布停止招揽前往大陆的旅游团，引发岛内社会和舆论高度不满。刘国生表示，这一连串事件对两岸氛围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采取切断两岸间人员、经贸、社会往来的政策，那么大陆方面一定不会坐视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如果台湾当局不配合，那大陆方面要从经济的、社会的、那个涉台那个国际事务，包括法律的，包括军事上的行动，当然也包括海域的治理等等方面，大陆方面要采取积极主动的作为，来强化对台澎金马地区、对台湾海峡地区的有效的管控，来维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号就渔船遇难事件第二次作出回应，强调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他敦促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那您认为这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呢？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严正表态，我觉得释放了3个非常清晰而有力的政治信号。首先，就是大陆渔民在相关海域的作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么，大陆方面对此进行了一个它的我们看不管是历史的经纬，还是一个法理的依据，都做出了非常清晰的阐述。那么，台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粗暴的处理，那么很显然它是于法无据。那么舆情也是失礼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觉得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台湾方面必须要对这样一个事件负上严正的政治责任，那么包括对于整个事件清晰诚实的一个调查追查，那么以及对于相关责任人的严肃的处理。那么第3个方面的一个信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台湾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持对抗的一个立场，继续以所谓的反中的政治民粹来去破坏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合作的秩序，那么大陆方面将对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以及包括在这个问题上去进行鼓噪的台独势力进行有力的惩戒和打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交流的问题上，在两岸民众的生命和权益的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严肃的问题上，仍然是秉持着对抗的消极的错误的立场的话，那么很显然民进党当局的一切的行为的后果必将由自己来承担。大陆从前年开始已经着力加强对台湾海峡区域的执法力度，并投入海巡06等船只。但从此次事件来看，对于包括下金水域在内的台海区域，您认为仍需从哪些方面加强推动常态化执法管控呢？大陆方面现在启动了对于台海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的执法管控。那么从过往的实践来看，以及包括舆论各界以及学界和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人士的一些呼吁来看，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期，大陆方面有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的持续加强对于台海的海上的执法和巡查相关的作业。那么第一个就是对于海上执法力量的增强，包括我们看到相关的海警力量对于海上执法巡查的一个物质的能力的一个储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上执法巡查它的一个范围不断的拓宽。那么这个范围既包括物理空间上的地理空间上意义上的一个范围，即并不只限于在金厦、金马海域的这样一个
范围，那么同时也包括整个台海海域，因为我们知道，台海海域是中国的主权领海所及的这样一个海域。那么除此以外，也包括海上执法相关的议题的拓宽。那么除了渔业，也包括走私、包括挖沙等等这样一些在台海海域长期存在的这样一些民间的相关的海事的行为那么大陆方面都要对此进行一个更为有效的、更为积极的管控。以及包括我们看到台湾海峡，从台湾海峡所经过的国际的商船船只，那么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去服从于大陆的这样一个管辖和管理。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在一个时空纵深上的一个持续和延展，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海上的执法巡查，那么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它并不是一时的，也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存在的。那么它会是通过这样一个常态化的巡查，那么来去通过这种日常性的执法来去切实的在每一个场景下都来去保护两岸相关业者的相关的渔民，包括各方的一个合法的权益。